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康寿县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忠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煌，五个，大家好。好，那在整个大罢免7月2日要投票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非常多次了。那接下来4地大概隔几天你会看到一个地检署的起诉书。果不其然，今天台中地检署也起诉那算一算大概30几个人，里面包括伪造了多少份数，然后所有这些每一次看。那接下来还有几个地检署在这过程当中。常常会问，那对国民党来说能翻了页吗？而这整个在大罢免风潮在3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3阶国民党有很多不管是组织或是要面临罢免一些的委员，因为2阶的时候只有联署书嘛，那到了3阶那不一样，那是自己要被投，所以在不管在街头上、在组织上、在客厅会上面。整个反罢是不是有开始要往上攀升？但对于罢团来讲的话，就一定要把气势要一路往下延伸，包括这2天你看到的很有创意的国际记者会或其他的一些。可是除了这个以外，那包括绕境护台湾，所有这些能够把气势一路往下延烧吗？7月26第一批的投票，那看起来的话正式对决，但现在看起来中间每一件事到底会不会影响到7月26投票？庄家，今天的终结。这是大概这1个多月以来第5个起诉的地检署了。这中间看到了什么？其实基本上呢，起诉书又出来了。故事呢，这个抄袭的、抄名册的故事也一样。但是今天是6月27号，最后倒数1个月开始起算。这个最后1个月开始起算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关键日期又出来了，又是1月22日。新北市是1月22。这个又是1月22。当然，它这里面没有讲到。那个在中央党部专案会议，但是是1月22号下午发2个赖群组，明天要来专案讨论，然后大家记得干部们，你要带蓝笔和黑笔，你要带不同的笔。我有带蓝笔我有黑笔，你这样就不行，要2个。我们有2个，我是蓝的啦，你拿黑笔。不是你们俩这样怎么去写啊？连蓝黑笔都要弄这么久，交换呢？但是呢。这一份起诉书里面呢，发现呢，台中这边呢，对志工和党员是比较体恤的，因为里面没有写到有那个1000块的红包，或者是1小时多少钱，一份像3块钱的也没有出现，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没有出现，就是那个。可是呢，这里面再出来的时候呢，你又看到了团灭的感觉，又出来了，因为呢，后面那个是上一次是有画那个图，是那个用横向走的。然后一路下来，这一次呢，在里面是整个台中地方党部几乎全员团灭，而且画了一个组织结构图，所以现在就发现说，原来你现在要处理他们的时候，组织结构图要非常清楚，而且呢，这一次呢，整个地检署也在比，大家的专门程度、细节程度，所以他这次还考验一个时间表、时间序都出来了。可是这里面其实出来的状况就是。慢慢的这个是一个显然有组织性指示的一个行为，当然还没指到哪边，但是你要从1月22号开始是写到中央党部专案会议，这个又是1月22，所以是不是继续的再上去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你一声令下，党工先前是党工无怨无悔，这边点眼药水点到眼睛都痛，现在是党干部通通进去，所以这个下去之后，会不会在最后烧向？就是党中央，某些地方有关，包含是原住民陈英那边，都已经进到党中央去了，所以一路消下去。那现在你说开始好，因为现在是打巷战，台湾人习勤，所以基层越厚的人，他还是有办法动员起来，或者是找很多关系，让那些想要反对他的人有一些关系，所以受到钳制。然后加上了另外一个是边际效益递减嘛。边际效益递减，预算的边际效益什么都递减之下，所以你看到他们好像可以再拼一下。可是当你持续在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国民党核心党员会觉得很没面子。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也讲了好几次，现在很多人都说朱立伦不道歉，国民党不向全民道歉。现在很多国民党人在问说，搞成这个样子，不管你有没有直接。你有没有跟这些眼睛痛的党员道歉？你有没有跟这些31个还记得拿黑笔和蓝笔的党职人员道歉？都没有。
所以党的氛围会溃散，而这种溃散之后变成只有靠自己的地方实力，而且党组织也全灭，所以这个时候国民党其实是非常艰困的一战。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感觉，他们现在是寄希望于朱立伦被抓，要加2个字，因为只有朱立伦可能用他借他这里面去蹲一下，那蹲一下的话呢，不见得是他们觉得是朱立伦冤屈，而是他们觉得说这段时间里面的委屈，总是要有一个人负责，也许投票的机缘高一点，因为国民党的党员投票的行为还有国民党支持的一个行为很特殊，民进党呢有很多时候是先拿下政权，先赢了再说，后面再来算账。朱立伦上一次就创下了国民党最高的纪录，380万票，因为很多人就是投不下去，而那一次其实也是碰到的是对党员最大的痛，那时候是军宅，军宅是对很多农民农眷他们的一个痛，所以他们不想投票。然后这一次这么多的党公职，34个又超越了新北市，接下来会不会更多？目前好像刚刚义夫算是90几个，国民党党公职被起诉上100个。你觉得这些党员、党公职在后面的这个大罢免的30天里面，他们怎么动得下去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一个一个起诉的资料里面，当然在这一份起诉书里头，他刚才创下有讲，他没有直接跟你讲跟中央之间的联系是不是在1月22号，但只是对，他也出现了一个1月22号。如果你从5月8号到6月7号，今天的台中的起诉，那因为上一份新北这里头。他有特别提到1月22号，包括中央，然后召开那样的一些个会议，然后在这一份起诉书里面，他就直接又是1月22号，然后在赖的群组，好，那就台中这个地方党部比较高层一点，就开始在群组里面，然后讲说，好，那大家请执行长、副执行长这些成员在1月23号到台中市党部2楼会议室出席。所以有人说你要把这几个起诉书并着一起看，然后就把整个脉络是不是真的这样？那前2天当然有约谈国民党包括主发会的一些包括副主委啦，包括专委，但是当然无保请回。那接下来呢？那这件事情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叫大家来同时第一个携带蓝笔黑笔各一支，然后呢跟与会的人说，罢免对象蔡其昌、何清纯，提醒抄写的人注意事项，不要抄写80岁以上的党员，不要写简体字。党员名册注记已经抄的人要注记好，以免你重复，好不好？然后你黑笔蓝底，然后你要交替着写所有这些。显然，如果要是查到这个样的话，就表示抄以前大家也都知道，这一定是不对的，不应该是这样抄，所以才叫你用什么蓝笔黑笔啦，所有这些，只是为了时间性。我上次在节目里面也跟观众朋友讲过时间了，因为接下来呢就放年假了，2月3号是开工日，一回来就要交。然后呢，这里头剩货这里头，他有告诉你说，时间记住大概都要压在2月什么时间。那但这样子一路往下的话，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真的会烧到党中央。但更重要一点就是，对于现在在打仗的整体气势，刚创下讲的是，不管谁要不要道歉与否，但是对于现在国民党24席在面临到罢免的这些委员，怎么样把所谓的热情吹出来？当看到罢团不断的在造势，不断的在用一些不管国际记者会类似这样的时候，那对这些委员来讲呢，该怎么办？建网现在看起来的话，每一次出来大家都在讲对读书会，你不能一直让这个读书会下去，还是国民党现在的策略，中央的想法是，我当然不可能在这时候道歉，大战在即，我如果道歉表示我错了，那我就更不能把基本盘都拉不住了，那我更何况要去打仗？现在思维是这个样吗？我不知道国民党中央思维是不是这样，但是读书会这件事情呢，真的让大家发现，这个每一次的起诉内容几乎都有新的东西。比如说像在这一份里面，你可以看到的是台中市的这个起诉的人数，它是创新高的，因为是5个区域最多的。然后第二个，它跟过去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它特别有讲到说，这个因为1月22号看起来从这个之前的起诉书发现是国民党党中央在4楼先办了一个会议，但是在这一份里面发现说，这个台中市党部国民党市党部这边呢，他有先办了一个专案讲习。所以刚刚5哥讲的那一段的内容呢，就是在专案讲习，对，就是在1月23号的时候，1月22号在国民党党中央，1月23号台中就非常有效率的办了专案讲习，然后在专案讲习的时候，这个就告诉大家说，你有哪些原则要遵守，包括不能超80岁以上的，那不能超80岁以上的，显然这个我
高度的认为啦，他们应该也是想说这个怕踩到死亡联署这条线，所以呢特别讲这个不要超80岁以上的，但是好像还是出现了这个状况，所以呢这表示他们自己知道这个行为呢是可能有触法的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在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哦，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读书会哦，每次都读到新的东西哦，你看它里面特别我这红线有画起来哦，若发现明显同一人字迹连续出现的时候呢，即调换顺序交错置放，以免遭到识破。那以免遭到识破是什么意思？那当然是你觉得自己做的内容有问题，怕被识破，所以要调换那个顺序嘛。换言之，这个专案讲习会议很显然就是教大家如何抄不要被识破的会议嘛。所以这里面一开始就很明显知道自己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给大家看，这里面也是让大家发现说，你这很明显的踩到大家的红线，什么意思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也是在这新闻资料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因为他们主要罢免对象，一个是蔡其昌，一个是何新存嘛。两个罢免对象呢，因为送件罢免蔡其昌送件2360份，但是扣掉伪造的部分呢，这个合格的部分只有640份，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伪造的部分呢，高达76%啦。然后另外一个呢，在罢免何新存的部分呢，合格的部分只有975份，然后份数第一阶段送的是3513份，这个数字呢，大概也是76%。所以你会发现，两个的这个不伪造的份数呢，都是高达76%左右。所以你就会发现，明显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有问题。而且为什么我说是红线？各位，你想说第一阶段要送这个罢免的这个资料，那个门槛已经是很低了。照理说，以台中市国民党的基层实力来讲，应该是可以很轻松的跨过去的。但是竟然连这个都没有跨过去，而且很明显的，他就是没有符合我们罢免规定的第一阶段的门槛嘛。所以他根本这个罢免案就是送不出去的，但还是硬送，所以就踩到法律的红线。但是问题在于说，你看在这里面呢。检调在侦办的过程中，台中市党部是羁押了2个人哦，然后被羁押的人，你看这里面怎么叙述的？他就告诉你里面有2个人这个武康龙跟这另外一个陈建峰，这2个一个是书记长，然后一个是这个好像是第一组的总干事，2个人的身份呢，他都居于谋划跟指挥的主导地位，但是呢，事后他们还有删除对话记录的灭证的行为，所以呢，这2个都被要求要从重量刑。然后其他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一段呢？因为其他有28个人是承认的很干脆，也就是大家直接坦诚自己的犯行，所以在这上面你会发现，对国民党来讲，你也很难去做辩驳嘛。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再看得更明确一点。刚刚前面创下哥有提到说，这一份的新闻资料内容后面附件，现在检方在比完整度呢，要画组织架构图，要画时间线，然后从这个几个党部以来你看几个这个地检署以来。这一份里面这个组织架构图，红色我帮大家圈起来的部分呢，就是这5个人第一时间没有马上承认，其他的都是第一时间马上就坦诚犯行，然后承认不会。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么多国民党的被起诉的人里面，34个人里面，除了这5个，其他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就直接认罪了。然后这几个人，这个我们讲说第一时间虽然没有承认，但是后来也逐步的认罪。所以呢，这个状况国民党很难去跟人家解释说。这个整个情况其实我们都是合法的，其实不严重。这么多人被牵扯在里面，怎么会不严重？那你要想说，如果一个台中市就是34个人的话，其他几个党部陆陆续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个地方党部，然后都涉入到里面去了。那对国民党来讲，这些区域我们现在看起来虽然是个别区域，但这是整体的这个气势跟形象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各位去看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快要7月了，距离投票其实大概就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1个月的时间，你还在这种事情上面打转，然后还在争执对错的问题，其实它就回归到很基本的一件事。这个我想对多数的观众朋友来说，这都是正确 ABC 的问题啦。也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明显的错误，你一看就知道我们在正常生活中的时候，该道歉的就道歉，该承认要承认。但是在国民党党中央现在看起来没有要明显要认错的意思，也没有要道歉的意思，而且反复一直跟你强调说，这个就是政治迫害。该承认要承认，但是在国民党党中央现在看起来没有要明显要认错的意思，也没有要道歉的意思，而且反复一直跟你强调说这个就是政治迫害。所以这个政治迫害的动作，如果要用这种状况一直坚持到我们说罢免投票的话，恐怕对国民党来讲这是很不利的状况啊。小平是现在对你们来讲的话，你觉得好我们一直在讲说国民党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整个如果能够翻页的话，能够全力去打反罢。但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后面可能还有大概4个地检署，
在侦办其他的一些地区。那对你们来说，中央的一些态度，你个人的看法觉得会是怎么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好，那蓝营现在24席要面临到这些的罢免。你觉得在罢免的过程，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听过蓝营的一些朋友是讲说没有关系，你玩初一我玩15，因为前2阶段你们没有任何着力点，现在终于找到可以施力的一些地方，因为罢免就是那个人在那儿同意不同意，类似这些，所以现在对你们来说，吹地方的动能会不会受到这些的影响？吹地方动能当然3阶比1阶2阶好，可是还是没有标的物，还是只对我们的委员啊真的。然后我讲几个重点哈。还有5个地方要起诉，我觉得有没有伤害有，该不该道歉该，可是党中央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不会，就反正就没有特别处理，是啊，态度好，他应该会一直这样子没有处理下去，我的判断了哈，可是也不重要，我觉得杂志说之后国民党活过来了，我觉得因为所有的我在节目一直讲，国民党为什么打错民进党？因为民进党选民为什么那么团结，我们选民为什么那么不团结，并不是我们真的不团结，而是别人又有一个统哭意识形态2句话，一个台独，一个是消灭国民党。国民党只要没有亡，民进党是每一票都会出来投。就意识形态统哭，就从政的他们意识形态的训练比我们的从政党员强太多了。但我们血统论可能多一点了哈。好，再拉回来，杂志说是什么？杂志说今天他讲他为了要打倒国民党，他的带进的口吻跟阿美跟曹进成很像反共2种票，一个是台独的票。好，一个就是台派的票，一个就是怎么样呢？就中华民国派的票。什么时候他这么爱过中华民国？那么爱的话，为什么国庆日108次台湾8次中华民国，然后那个双十非做不可？为什么弄成绿绿的，而不是天天白日满地红？大家这都不是骗小孩的事。好，他为了达到目的，他就这样讲。好，只是我们没有对反共做出破解，目的也都没有，都没有做好。杂志说出来以后最近正传媒做的一个民调。我用花莲做例子也稍微把都会区跟乡下地方比较乡下的地方聊一下哈。今天我先讲我先讲那个正传媒，大概就是反罢跟赞成罢免，反罢正9，正9，但投票的意愿还是罢免远大过反罢。好，以花莲做例子花莲3不赞成罢傅昆萁，赞成的28，不赞成45。差到17、18，在地就花莲人，因为住台北的花莲也接不到那个电话，民调电话。第二，然后请问你是泛蓝你是泛蓝还是泛绿你知道它是15比38，泛绿15泛蓝38就是蓝加白，但你最后一定会投票，就追加问正传媒，你会不会是一定会去投票？会的才有意义嘛，不大会投就算了嘛，不投更不重要。刚刚说差到动辄18、20，我跟你讲，这个一定会投票的。我要去投罢免票39，反罢45，只差6%。这个是比较东部比较乡村的，这种印象就差距最大的，好动员的讯息到的什么阿美他们年轻人这边，然后街头走的，我认为这个情况会比花莲差。越台北会就是差距越都会越大。所以你一定那现在就要拜托朱立伦领导的党中央，杂志说，上空你笑什么？人家在讲朱立伦领导党中央，你笑什么？有一个人听了幕僚的话，讲话了，讲完杂志说反击有今天讲完直接把自己也归了在里头。所以讲完，你看讲完最近的改变，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些高人指导。讲完当然会帮忙卢秀燕选总统。可讲完。对小则市政对于这个简书培反击完全不假辞色。大的杂志说反击说，你觉得中央有在这些里面做任何动作，包括反击，包括中央没有讲完有。你刚刚讲说中央有听到，我们希望朱立伦讲，但没有做。朱立伦要加大力度反击，因为他的位置比台北市长更是中央，对不对所以我看蒋万是已经在计划团队出来要选总统了啦。就我讲这种话就是要选总统，很清楚了。我跟你讲，只是什么时候选而已嘛，什么时候选主席，什么时候选总统。好，不管他的杂志说打的话，所以现在蒋万的声望对于深蓝这种是高的。所以杂志说就是统独的大战，中华民国保卫战，事实一定要开始掀起来打。最后一句话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巷战跟造势了。明天我们3个议员我这个郭昭言还有这个吴志刚。叫强速中选，因为明天只找我们这个中正万华的议员，我们只有南中正10个里嘛，那个文山他们那边的42个里，
那找了韩国瑜、马英九、朱立伦、蒋万安、赵少康，该来的都来了，好，就是办一个大型巷战。他现在每天搞一个里，知道？赖世宝每天叫里长50个领长选手队带一个里喊话去叫，一天一个里，就在热身，就真的巷战，巷战跟比较中型造势，我想明天大概1000个人，这个叫中型造势。就然后不管是李彦秀，不管是赖世宝，他们基层到底是比较深，你知道他们有这个优势，他会尽量发挥，就是飘飘入柜啦。看起来叫 K 刚嘛走，但是我们要党中央帮助这5个人，就是拜托杂志说国家保卫战要开始要展开了。张公简单回应一下，为什么他讲到党中央朱立伦率领的党中央在这些方面要做回应？你为什么要笑？杂志说已经今天了，他现在在讲党中央要做回应，你不觉得很好笑？你说要回应，早就应该在杂志说一出来就开始一路打，第一时间，民众党的青年军，26号就去了，到总统府要到总统府跟赖清德递交抗议书，等等，人家政治动作都做到总统府面前了，然后小兵说党中央应该要有作为，那不是说党中央至今为止对杂志说的反应有够慢吗？他一说，我当然就笑了。OK，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国民党党中央到底会不会在这些方面要去琢磨？军宪委，第一个，每一个起诉出来造成那些影响，大家都知道，从你那3块钱啊什么一路到现在。但是小平刚刚讲那个重点是，就算这些大家都知道有错，中央也不会道歉，也不认错，他觉得大概就这样下去了，也不管媒体讲说陈莹的那一席，那虽然传了包括主发会的副主委跟专委，但是两顾包警卫，因为媒体报道是说这些人感觉上就是承上启下而已，承上启下4个字讲出来，那就表示是会往上发展。但不管你就算下面再怎么办，再怎么有起诉，他们现在就只要抓着，包括杂志说所有这些的话。当把重心摆在这前面，这些起诉的内容就全部一笔勾掉，一笔勾销，不用再看。我看确实了哈，小平刚有分析朱立伦，那他大概就会他也不会道歉的，反正他可能也认为自己党主席就要下台了，不过这个倒是看出一点呐，就国民党如果不抄名册不作弊，要不然他怎么去联署？他有办法联署？因为国民党最大问题是他跟公民社会根本完全断线了。我看国民党一呼吁，也没有公民团体可以响应他吧。其实任何政党发动的罢免都会失败的，民进党也没有能力发起。民进党一开始也是看到第一个，那是不是真的名气够不够嘛？那是不是这个民众的怒气有没有办法形成大罢免的风潮？结果真的是很出乎人意料嘛。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是了，你可能也想象不到会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嘛，尤其在台北市，台北市当然指标战区啦，政治中心啊，媒体中心啊，那你看到大概1届、2届联署的时候，哇，那个都是人山人海，那个联署的现场，甚至好像夜市一般的热闹，然后每一区啦，针对国民党立委每一区的罢团。现在我看那个志工都是500人以上，那几乎都超过一个政党所能发动的。民进党我看你要招募500个志工也很不可能。他不是说30个，大概。对，你们有招募要什么？你们说要全国宣讲什么？你可以招募多少人？那都是我们的党公职。那是党公职，那都是党公职。我是说，他选台南市后援会就蛮多人的。但是我讲的是说。就是义务来帮忙的这些志工，然后今天很多志工就拿他们在这个过程所遭遇到，有人给他们丢水瓶，然后他们不是拿那个手板嘛，有人去拍他的手板嘛，因为辱骂他的，然后他们也很辛苦哦，有里长办的游览，他也去送游览车去宣导哦，还被里长赶下车被骂照理讲，第2天应该没有人来了吧？所以志工是打死不退，这很不容易。坦白讲，以前我们党部也动员过那种，就是说打电话的嘛很多人打1个钟头就跑掉了，经常被挂电话干嘛？他这种甚至发生肢体上、言语上的暴力恐吓，他也是一直来，而且越来越多，然后他们还彼此加油打气。所以像这种公民发起的运动这个当然不能小看他们
后来我也看到，也确实是整个，不过在台北市确实就是不一样了啊。刚刚小平说一个杂志说，那会不会让好像泛蓝真的火起来？不过像我啦，我都是一直告诉我的会员要戒慎恐惧。会长吗？会长在这里告诫大家戒慎恐惧。台北市没那么容易。3阶投票，哇，这个25%呢，你让国民党要是倾巢而出，那就不得了。所以有几个讯息嘛。第一个，就你国民党，其实这个有一点难，谁犯错少了。基本上我们已经大概大势是差不多了，确实要犯错少。赖清德讲的杂质，大家其实很清楚啦，他讲的就是不反共不护台的这些立委要罢掉，但国民党把它转化为杂质，就是这些泛蓝的支持者，他希望引起支持者的共鸣，大家愤怒就跑出来投票嘛，所以这个确实未来的宣传战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对方打过来的破口，所以要戒慎恐惧。好，但重点的诉求还是在大局势啦，像很清楚嘛，罢团跟民进党其实谈的都是要反共，反共护台嘛。赖清德这个团结实讲，其实赖清德他是一个有理念的人啊，他真的就是他要做这些事情。这团结实讲我常比喻，如果没有大罢免，他也会去讲了。只是如果没有大罢免，他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讲就不一定。那因为他现在跟这个大罢免的这个主轴也其实有非常契合的地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来讲嘛。他说反共，所以你要来支持大罢免。那国民党用的是什么？国民党用的是反赖啊。他说罢免投不同意，让赖输了。那反共强还是反赖强？这个就局势和格局的不同嘛。所以国民党现在就抓着赖清德讲的杂质就一直猛打嘛，但会有效吗？这个基本上我们大家看的这种国民党这种作弊，其实几个月前我们就说这个是系统性的由上而下指挥的作弊。那事后来看，确实啦。这个是系统性的由上而下指挥的作弊。那事后来看，确实啦。但是他不得不这样作弊嘛，因为就像我讲不你别叫他各地方党部，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公民的力量，他跟整个社会，我认为是很大一个脱节啦。只是国民党呈现给我们的就是无能，你连作弊都不会嘛。他虽然有定出那个作案的准则，作案的准则怎么抄嘛，怎么去做？不是你们去报案，他是报案人之一，我很早就报案了嘛。那你后面还继续继续犯同样的错，是同样的错误呢？他虽然有警觉到，所以80岁以上的尽量不要抄，要给我细体嘛。那像我之前就说过不然你多打一通电话会怎样？既然是党员。那你国民党用党部名义打去，他应该接受度高嘛？就问我猫咪人刚够低他们关心你啊，对不对？问一通不是就解决吗？说我现在要帮你伪造签名可以吗？拜托，代签代签也可以，党员嘛，至少让他知道他不会有对，很错愕的感觉嘛。那你连这个他也都不做嘛。所以才会，而且一开始也看嘛，就2块3块，当然我一开始当然是很不服气嘛，后来发现也有只拿1瓶眼药水，那对我的联署好像作弊率是60%，后来有看到还有90几%了，96.2%，所以我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嘛，国民党对我还算客气嘛，那这些为什么还在讲？媒体为什么有兴趣？这个其实呈现的就是你是你整个党连一个基本上所谓以罢制罢都定为党面对大罢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你都可以搞烂成这样子。那这个党怎么还有希望？这个党怎么还可以来领导国家吗？所以我们用这样来做一个比对啦。像这个党的必然你要把它罢免，
哦，所以虽然刚刚小平很不容易的帮朱立伦讲了一些话了，哦，不过朱立伦越不道歉，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过去的哦，坦白讲，对不对？因为这个他被发现作弊是好几个月前，你是不应该让他烧到现在，那你要怎么过去道歉嘛？你一个就作为道歉嘛，对不起，确实，哦，不用凝聚见解，我们是就集体作弊，好，我们就是那个系统性的，啊，我们就是由上而下，啊，当时也没有想到，因为本党的传统以前都是作弊，他以前每一次联署也都是这样子，基本上哦，台湾社会很温暖的啦，你拿阿桃为系列哦，至少伤害可以降到最低，你完全不理，那当然那大家都追着打嘛，好，所以我就觉得仇恨式的动员。啊，当然，国民党你要用同样的仇恨式动员，他用反赖也是仇恨式动员。他大罢免基本上罢免投票是仇恨式动员，仇恨动员的力量会大，所以国民党用反赖想要来对抗反共，我是觉得就看选民接不接受。不过这样反赖跟反共，如果照巨权委员讲说摆掉，小平你们现在把这两个摆在天平上。用反赖去对抗或制衡所谓的反共，反赖就可惜了嘛，当然是反台独嘛，保卫国家嘛，然后有两岸会战争嘛，然后从台积电一路讲来，这天桥下面说故事，很多人围观会听的嘛，这个绝对比我们被起诉什么5个地方起诉好玩多了嘛。所有的选举的终极选举啊，这个选举投出来，其实跟赖清德连不连任是有关系的。2026的地方，2028跟这次2024的投票哈。其实不一样，这次是中级选举，是立委，立委是跟总统是挂钩在一起的，好，对，国家认同等，所以这次是一个，其实赖清德是这样，赖清德个性啊，赖清德举例说，当然他说这个李全教他认为他是黑金，他就不进了200-300天被弹劾啊什么就不进，他跟那个不一样，跟蔡英文。蔡英文那个当初当副院长受到一生最大的侮辱，院长那个把那公文夹就往地上丢，他很柔软，还是忍住让他当行政院长，因为他做的也不错，平常讲。然后那赖清德跟他初选，哇，这个根本要诛九族的，他还是要让他当副总统，他为了赢，跟赖不一样，赖的个性绝对不会让自己受委屈。赖知不知道？我这个多讲一边一国，少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对我的票跟大罢免是妨碍，他知道，他还是要做，这是我们国民党的机会，这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我有意见。第一个，小平说用反台独去对反共，不是你批评那我尊重，没问题，我不是要反驳这一段。真的，国民党其实你如果要拆解所谓的反共，因为反共不是我们提出来，是这些霸团提出来的，罢掉亲共立委，国民党要。你要应对这样子，我们要拆解，要有回应，这个我也同意。国民党要拆解是同样要打反共，你说不是拿反台独去打反共，而是要我们愿意打反共，当然就好多了，就好像台风不打呢？不，你要别人愿意嘛，这是对啊。什么别人是国民党？不，就我们这些人个人。但这是国民党每个人不同，我认为小平可以了，没有包袱的人才可以。国民党不知道要反共吗？对有两个嘛，不知道或者不敢。你说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讨不讨厌共产党？国民党会不知道吗？10比70了。对习近平的喜好度跟厌恶度10比70。看小平就一点就出来了。那为什么不反共？就剩2个，不知道或不敢，一定知道。要不然就是不敢。那你不敢反共的政党，在台湾绝对不会执政。如果刚才这一路往下这样烧，来雄厚两兄弟，如果现在看到刚讲反共跟反赖或反台独这些，现在摆在这。中间大家讨论了这么多的一些，包括伪造啦或所有这些的话，在这样的大浪潮之下会降下来吗？可是最近媒体上不是好，我先问好，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心态吗？起诉是勋章，OK， 起诉是勋章，然后当然也有人直接讲，就虽然朱立伦被关，甚或有人提到的是讲说，如果朱立伦被关，那整个国民党过关，因为那整个氛围变成司法追杀到连在野党的2个主席都会面临到这样的话，这个氛围塑造，但是这些铁渣渣的，如果错就是错的事，这些摆在这整个大罢免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了吗？先讲一下，我先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是一个不会被消灭的政党。因为你在看总统选举的时候哈，他最惨的时候是2016年嘛，朱立伦300多万票，然后呢，2020年的韩国瑜就500多万票，好，那上次侯友宜有400多万票，
而且是上卡都。对，不管一个有400-500万的政党不会被消灭。就像你看2008年的民进党一样，谢长廷500多万票，立委席次是在立法院连你要背个国民党修宪都没到门槛。因为国民党过了3/4，这样的政党它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第一个。东豪，你讲的这段话，最近国民党很多在宣传的过程是有针对这讲。对。现在国民党面临团灭。是赖清德是要把整个国民党不是国会结构改变，而是要把整个国民党团灭。你有听到这样的一句？当然。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是国民党是朱立伦团灭。好不好？是朱立伦团灭，也就是国民党生病。我直接讲国民党生病。国民党在朱立伦、傅昆萁这样子一个结构之下生病。就回来看整个大罢免哦，反共是罢免方的主轴。那国民党呢？国民党一路混乱，到后来最近在2阶以后，才把反赖那个旗帜拿出来。当然杂志说给国民党一个机会。可是他能不能改变那个结构？我保留。我认为那个是小平觉得可以哦。我觉得选举过程他可以提高国民党自己同温层的投票率。可以，因为没有杂志说，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办法提高他自己同温层的投票率吗？不会吧。同温层吃不干净，经济来跟知识来。这个句话很重要。好，那回过来看，就是说，那核心回过来，那就是这很重要的政治判断，反赖跟反共这2个主轴到底有没有用？反赖的目的是提高投票率，出席意愿。那反共呢？反共是凝聚要跨过民进党同温层的民意。那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那你觉得傅昆萁总召在过去这1年来所带领的方向会让人安心吗？这个安心的前提是什么？就你相信国民党在朱立伦、傅昆萁再加上黄国昌，他们所带领的方向会让一般的人觉得对台湾的未来安心吗？那个安心里面隐含着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前总统在对面讲了这个和平、民主、统一。前总统把统一拿上来谈，对台湾人的内部深处来讲，当然有人支持统一，我尊重。可是你觉得统一这2个字在每一个人心中会怎么去想？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统一2个字会连接到什么？当然是反共这2个字。赖清德有独派倾向没有问题。赖清德第二讲除了杂志之外，他一直在重复的是蔡英文的那个路线。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嘛，2国互不隶属。那对一般的人，在最后的时候，什么东西会让你touch到你的内心？在反共这2个字上面来讲，因为它会跟反共这2个字做连接，然后这里面就很有趣的。因为今天台湾民众党的党团主任陈志涵上了一个节目，他的问法是说，因为他旁边坐的是黄伟汉啊，当国民党在反共的时候，民进党在哪里？其实截图里面没有截到一句我更要的话。他说反共是国民党的 DNA。反共是国民党的 DNA。以前国民党在反共的时候，民进党在哪里？那时候民进党可能还在党外，搞不好还没有民进党这3个字。如果反共是国民党的 DNA， 现在的国民党 DNA 还在吗？你看到傅昆萁，你觉得他反共吗？你看到傅昆萁，你觉得他反共吗？当我们的前总统在对面已经讲到统一了，再举一个例子，王宏威2013年的时候还在新党，2012年的时候还在新党，2013年的时候离开了新党，加入国民党。那个时候马英九总统连任，赢了蔡英文大概60-70万票吧。王宏威第一句话出来就是马英九连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要讲，马英九这个时候要正视统一的议题。国民党现在的 DNA 是统一还是反共？
有没有国民党的人可以回答我？国民党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反共？您怎么反共？你们怎么反共？因为我投过马英九，2008年的时候义无反顾，绝对支持马英九，因为那时候民进党太让人失望。那个时候马英九在很多演讲场合都讲，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当然我知道人会变，那为了要选举，所以他会知道说选举的时候讲什么话会取得最多选票。那马英九因为不用选举，也许现在你看，我现在看到马英九是他真正原来的样子，可是回过头来你再看这1年以来，你可以不喜欢民进党，你可以讨厌赖清德都没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各自有各自的支持，可是，在讲到不管你喜欢叫台湾，喜欢叫中华民国台湾，喜欢叫中华民国的时候，最后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就大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想象？或者多数人，我不是讲全部，多数人有没有共同的想象？我们最后的路要怎么走？以傅昆萁副总召，因为这过去这一年来你看不到朱立伦的，是傅昆萁在代表国民党。以傅昆萁副总召，因为这过去这一年来你看不到朱立伦的，是傅昆萁在代表国民党，所以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从法案，从扩权，从预算，财划法，这样子的一个领导方向，你会觉得安全吗？你可以相信他们吗？你可以相信国民党吗？那更不要讲说，在选罢法修正案的时候，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修选罢法，1月22号就开始准备要抄，重点不在抄不抄啦，是你花力气去修那个法，然后你又不尊重法。你才2024年的12月才修法的东西，你2015年的1月就开始抄。如果连国民党自己主导修的法律，他都不会予以适当的尊重，我能信任他吗？不过刚才如果真的讲，东豪一开场，你刚刚说国民党病了，上公，说国民党病了，说国民党变了，国民党有很多人跟你说，我哪有病，哪有变，是你病了，是你变了吧？怎么会是他们病了呢？所以到底是谁？你中横立法院这么久，看尽了所有这些，有很多人也会讲说，上公应该，因为以前一定是国民党蓝营多嘛，在立法院这么久嘛。那当然后来慢慢，你说从2008年还有到2016年啊，包括席次的改变啊这些，所以有人也会讲到说，上公你看这些人，你自己看人的角度也变了吗？或是你看政党之间的这些是他们变了，还是你变了？有很多人现在甚或在讨论这一块。那你自己看到现在，好，我们这样讲，除了到底谁变了，谁的立场，不管对于反共啦或这些，你自己看到底谁改变以外，新店跟花莲这2个地方这几天被讨论最多的是因为，我经过这几天，很多观众朋友大概才知道，罗明才委员不只是8届立委，原来每一次的得票率是高成这个样子，这几天大家才知道。可是为什么即便是在这么蓝的地区，这几天都面临到感觉上风声鹤唳的样子？那更不要讲花莲，你从在节目里面大家都不相信花莲甚或连第2阶能不能过，你那时候就开始在那边算那个当时没出来投票有多少，花莲还有那时候大家才知道，花莲大概分4大派，傅家、张家、魏家，然后民进党。但所有这些，但连花莲到现在，当你看傅昆萁开始在跑，不只是在送车啦，跑行程。昨天、前天，在包括交通部长到花莲去，大家直接对口成那个样，讲到为什么政党还可以这样，也没看到登广告，是直接大辣的，在全国所有的观众面前来那一出的时候，那就表示真的大家都紧张了吗？我跟你说，我看立法院看上几年了，坦白说一句话，我看过立法院以前最被诟病的预算的整包的包裹表决。
然后逐渐包括表决逐渐取消以后，变成逐项逐目表决的时候，在苏家全的任内，我们看到了中包裹的表决。在那个前瞻的时候，第一次，我就觉得那就是民主倒退。我们好不容易从那个时候到这边又回来了，所以当时的前瞻的时候，用项啊什么采取的那个处理方式。既然不是立法院的预算法跟惯例，而是用内政部的一个那一种议会的法那个规范来使用，那就很特别了。那时候我也不认同啊。好，然后一路走到现在，我已经多久没有看过举手表决这回事？然后清点人数、表决人数高过这个在场人数，然后也不重表决，就这样过去了。我也没看过预算可以表决成负数的，然后你就重回了以前立法院什么法案都用打的那一方面。以前是打到上国外的新闻是摆在体育版呢，还不是摆在国内的台，他们还不是摆在政治要闻版呢，是摆在体育版播立法院的打架然后当初大家都已经觉得。一定要这样搞吗？那你现在从头回过来看，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在演什么？不就演到我们过去看到的，动不动就是停止讨论表决，停止讨论表决，根本没有政策辩论空间，所有空间都没有。以前表决的时候，那个俊宪应该都在，王金明他们在主席提案还没发下来，王金明先不表决。提案赶快送到各委员桌上，送到了以后，大家看了以后才开始表决。现在是表决完了以后，提案才送来，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所以我说，到底谁变？你不觉得立法院变太多了吗？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国民党没变吗？国民党当然有变啊。李登辉时代，什么西进、东进，什么特殊国与国关系怎么样？始终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就是维持对抗的关系。现在曾几何时是拼命跑到那一边去握手、去低头、去干什么？你说到底哪一方面变了？就好像那说的，陈玉珍说过啊，对岸不是外国啊。这陈玉珍说呢，对岸不是外国啊。那对岸到底算哪一国？不是外国，那意思是跟我们同国。不是外国，不就是同一国吗？那同一国每天都这样搞吗？所以你有一些说法，就让人家觉得说你是属于主权上面可妥协、可让的一部分。这才是问题嘛。那大家质疑的是这一个问题嘛？你为什么老是在立场上面对中国？从来不会太口出恶言，而是反过来骂国内的人，所以这才是大家觉得你的立场是不是很奇怪嘛？中共飞机飞，你一定要先骂国内，你无视于飞机在那边飞嘛？那当然你说蓝营的地区，当然你说到说新店花莲一直新店花莲当然你说8连任的立委，你说没有基层服务，可以每一次的得票里面可以高到他只有一届第9届是51%以外，其他几乎都是55%以上的得票率，甚至于高过60%以上的得票率你说俊宪人选举不服务可以拿这么高票？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当然，一个选举或经营，它有各种手段嘛。那当然，这一次不管是市议员陈南宇出来说他被请去喝茶的事，包括领衔人发不自杀声明的事，包括李正浩事情后面查到的背景，当然隐喻的都跟天道有关嘛。那大家想到这个就直接挂在了罗明才的父亲上面嘛。所以大家会做这样的联想，然后你看后面
7路搜索，约谈4个助理，羁押2个。这一连串的事情，你说大家对你的8连任的服务，我相信没有服务不会选了这么多次了。但是你现在叫人家如何去正面看待？无法正面看待嘛，因为这一些东西几乎都是负面的嘛。你很难用正面看待嘛，你很难正面看待。但是不是破口？我觉得国民党的破口每天都在换呢。可能这一段时间是吧？那下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谁啊？不知道是谁。你想一下，我们会想到林佩祥会是一个破口吗？之前多安静。5月11号还是什么一个边缘人一路下来，全部往那边走。2月份的时候，大家往哪里走？往花莲。香港啦，搜索啦，战天下搜索啦，什么录音档一路下来，那时候花莲是绝大破口。一直绵延。然后你现在变成罗明才，大家如果视他为破口的时候，大家又要想，下一个破口又是谁？因为他的破口一直在换嘛。好，那新店那个地方，其实霸团跟民进党的挑战性又要比花莲还高。又要比花莲还高。那花莲的，不要说，我是说从2月份开始一路到最后一个比较大的5月27号的吴敬义是不是那个文化局局长？教育局还文化局局长被收押。文化局文化局局长被收押。你说一连串下来，你明良珍起诉，然后下一个局长被收押，然后呢，一连串的事情，一直到你看那天花莲那一个场面，花莲那一个场面，花莲这一个场面今天我们在立法院跑久了，这都不要骗了。议程上个礼拜就已经出来了。那怎么会排在那里去呢？你傅昆萁没有跟林国成讲，我也不相信啊。你知道林国成那一个礼拜，就这一个礼拜，其实他安排了2个交通考察一个是台中，一个是花莲。台中为了谁？一定也是为了那些立委嘛。花莲，但是很少人注意台中有考察。但是全部人都看到了花莲有考察，因为那阵仗搞得太大了嘛。搞到党部发彩通，这真的很奇怪。可是傅昆萁一定就希望把场面搞这么大吧？一定的嘛，发彩通，就所有的花莲民众、花莲的乡亲会看得到，他为了花莲，然后跟中央的官员之间，他一定会希望所有的花莲乡亲看到就是这样。你认为陈世凯是一般人吗？陈世凯选举选这么多次，他是曾经也2度跟严宽恒竞争的人呢。一路上当过赖清德选总统的发言人，什么？他的政治性跟什么？他是一般人吗？一去，他也是说政党，国民党地方党部发彩通，更生日报登广告，同一天登广告，我就说嘛，这讲好了，上个礼拜的会议通知就出来了嘛。那国民党在干什么？国民党当然就不管是民众党跟国民党，当然是在配合嘛。葛如君排了什么？台中教育考察。各位还记得葛如君排过那个叶元之跟黄国昌那一场吧？但排这个干什么？然后谢依凤排什么？考察台中经济建设。这整个连起来的时候，那大家透过立法院议程安排。帮忙嘛，但是有人像傅昆萁搞成那个样子的吗？没有哦。所以傅昆萁搞得越大，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越担心的。虽然郑传媒做那一份民调，看起来好像傅昆萁蛮安全的感觉，但事实上并不是哦。看起来好像傅昆萁蛮安全的感觉，但事实上并不是哦。你没有，最后只差6也不一定，最后只差6。没有，我觉得那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哦。你看这一份这个字是最奇怪啊。
你注意看，真的说你整体意向真的到投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哎，不同意、赞成同意的人飙升的是6%，而不同意的只有2%，那还有14多%没有决定，当你在整体的时候意向问的时候，到实际上你要不要去投票的时候，你看到了，同意罢免的迅速拉了6个百分点哦，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一个有特别做到年轻人嘛，有特别做到年轻人啊，20岁到39岁哈，占比例26.6%，这个已经是扣除原住民哦，26.6%哦。那实际上中间这一层没有表态的，尚未决定的，它高达了将近13000票，15000票左右哦，15000票左右哦。那年轻人的未投票就未表态的比例这么高哈，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电话没有抽样到，人在外面念书的啦，因为这一份工作的啦，它是用市话，对，没有抽到，对，那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可是现在看起来，清华，其实罗明才中间一直蛮低调的。但是他除了在立法院唱歌嘛，就唱那个2只老虎跟无敌铁金刚，对。那要不然的话，一般来讲他也不会有很多，包括把议题揽在身上了或什么。但从这些事情一路出来，从陈乃瑜那个啦什么，包括刚刚讲说那个领先人讲不自杀声明，一路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他，当然他回应，他也喊冤啊，他讲说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他到底是打了谁，他曾经干过什么事都没有啊。然后他还说他帮新店这么多人来争取了，我印象中说2000亿还是多少？可是问题是眼下投票就剩1个月啊，那不管你怎么他可能应该是补件要到下一波了，但是你不管怎么做，当只要是过了3阶，过了所有这些以后，尤其最近对，梅世友把他的父亲也扯出来的时候，对他来说。那所有的那些的过程，显然那个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感觉啊。我对罗明才的回应就很有趣就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决定他的出身他讲这句，他也没办法决定他的出身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跟霸团现在在新店感受到的压力，你有一种互相呼应的感觉。所以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等于是去呼应了那个霸团现在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跟他们所讲出来的话。然后呢，我们再用第2个部分来看第2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新店确实像刚刚义夫哥在讲说，历来确实罗明才在这个地方8连任，而且他得票都高。可是你知道，在这个第9届的立委投票的时候，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区域如果单纯的蓝绿对决的话，罗明才的得票呢，确实拿到都是相对会到达60%左右。可是如果在像第9届的立法委员投票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除了国民党、民进党之外，还有一个绿色盟，当时他们也出来，所以三方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国民党就罗明才的对立面的投票是多少呢？罗明才在那一届得票数字是93962，但是呢，民进党加绿色盟的部分加起来是90264。那你如果用这个数字去看，就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就是如果罢免等于说罗明才的93962，如果他没有办法全部都出来投票，假设他只有7成或是6成的话，那如果在另外一边的9万多票，而是大多数他可能是8成出来投票的话，那罗明才确实有可能是被罢免掉的，他确实有那个机会。所以换言之，之前你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个罢免的状况的时候呢，新店这一区几乎大家都是觉得是不可能的地方，甚至连会不会过2阶，很多人当时都觉得连2阶都不会过。可是你看这一区的霸团呢，是弄到后面，你可以看到是急起直追所以他变成说罗明才这一区他2阶也会过，所以罗明才本来过程中很低调，但是他现在后来呢，你就看到2首歌接连唱，那个是2只老虎他把它改成我不同意罢免，我不同意罢免，把2只老虎的歌改成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是改无敌铁金刚的歌，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里面，当然相对就是表示他这一区的紧张态势在增加，而且。你说这过程中现在最新拿出来讲罗明才的事情，请问那个错到底是谁自己犯的？你看那个罗明才的服务处的主任跟2个助理，这个事情我说实话，你如果说单一的他们要解释说这是个人的行为，如果是1个人你还勉强可以解释得通，可是1个主任加2个助理，你要怎么解释说这是个人的行为？然后罗明才这个身为雇主兼资方兼老板，然后对于自己服务处的状况，1个主任2个助理在地方做的事情都不知道。这个你恐怕对一般社会的民众来讲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好，那再想另外一件事情，这个
针对陈乃瑜发动了这个罢免案，然后呢，他的主任跟2个助理涉入到里面去。请问这件事情，罗明才真的完全都不知道吗？恐怕一般人大家也很难接受了。所以这个错，请问是谁自己犯的？这个错其实是变成是罗明才有没有可能他们自己在做决策的过程里面，反而犯了这个错误？结果这个错误呢，现在被拿出来之后呢，遇到这个法院这个羁押的状况，所以大家发现整件事情越弄越真实的时候，对罗明才可能不是在726第一阶投票，可是问题是在后面的部分。你可能还是要面对起诉书出来的时候，大家又看到起诉书有哪些细节的内容嘛？那所以这个新闻点跟争议放到自己身上来，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是罗明才阵营自己把它揽到自己身上去的。所以换言之，这个柴火是谁添的？这个是他自己添的。那添下去的结果，你看这个进到我们讲说第2次，就算8月份要罢免投票的话，后面的那个柴火新闻它就不会淡下来。而且它还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哦，大家去想一件事，就是。所以我们讲说，前面第一波人数最多，对不对？进到第2波的时候，虽然人没那么多，但你如果变成是新闻上热议的焦点，然后大家在看着你的起诉书，看着你相关的这个过程里面一个个揭露出来的话，那不就某种程度你在针对我刚刚所提到的，在新店非国民党的票数曾经开出来的90264票里面，你再尽量把这人数再往上冲吗？如果他在冲高，而你又没有办法催出自己的原来的支持者投票的话，那你不就是增加自己被罢免的几率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罗明才，你看这个他在讲说我不能决定我自己出身那一段谈话的时候，其实他是相对的很焦急的，就他讲话的节奏是很明显的变快的，所以那一段我反复看了2次，所以我对这段印象很深刻。但是你看，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不是只有单纯一个陈乃瑜的柴火在那边哦。你看，连李正浩的柴火，大家也怀疑说跟你有没有关系。然后呢，现在连4叉猫都卷到里面去，所以这个过程中会被拿出来做成新闻焦点的东西，就一件一件堆叠起来的话，对他来讲，在新店这个区域，他的风险确实还是相当高的。OK， 那要不什么？因为罗明才那时候选国大代表的时候，我就采访他，他爸爸罗福柱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啊。罗明才，我那甚至可以说名才。他那时候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应该下了一个标题，就是罗明才说他让人家知道说罗某还好生是安诺，他没有把他爸爸当副书哦。等到他要选立委的时候，他爸爸是把新店这一区让出来给儿子，然后自己跑去3重芦洲选举。罗树在三芦总部成立的时候，我们都还过去。罗福柱当然做过事，犯错，也跑了。那你知道罗福柱也曾经被骗，被骗几10亿耶。我那时候还在杂志社的时候，罗福柱透过我一个朋友来找我，把整套资料拿给我。他被训谍的那个综合旅家的那个，是不是也给骗了一塌糊涂？好，那个人做综合嘛，那个人啊，开玩笑。罗明才，你如果不是你爸爸，你怎么可能八连任呢？同年龄的人现在还在努力的。可是罗明才的危险不是这些，不是罢免，是陈乃宇这件事情。陈乃宇这件事情，你的服务处主任被收押禁见，理由是因为检察官认为后面有人呐。如果后面这个人就是你罗明才的时候，你要知道选罢法没有很重，可是选罢法判下去的时候，会伴随什么？褫夺公权呐！你现在要祈祷，要去烧香，你的服务处主任能够扛得住。如果他的服务处主任扛不住，讲出后面是谁叫他去做的，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大家怎么很容易理解嘛？那服务处主任一个人跑去罢免了，但是法律才是他真正最大的风险。如果这个服务处主任在羁押禁见期间讲出了一个名字出来，你后面的官司有的打。你怎么会去用抄的方式去罢免你的服务主任？怎么用抄写的方式、用伪造的方式去罢免陈乃宇？你在新店的里长不能好好去抄，被交保的里长有的是去呛虾，去那边站在旁边监督罢团的人。罗云才在新店是个强势力，可是你自己在面对人家
挑战你的时候，你所做的一连串的决策，才会埋下你现在所要面临的风险。小平，你觉得你们这几个强势区，所面临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你们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一块，然后能够包括在726的时候能够翻盘？现在哈，当然是对方先犯错。正传媒这个有史以来罢免哈，就是反罢免超过罢免9%，那是最大的一个差距。以前大概3-5%吧。一个好的开始，其实我们并没有开始做什么事情，那但还没有做特别的事，所以我讲说台风碰到中央山脉就弱，就是多少对于老共啊，对于国家的对等尊严、反共方面有一些论述，这第一个。那个人的我的选区都不太一样，你个人去衡量。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讲到一定要去，因为我觉得赖清德不会放手，赖清德都不放手，对我们是好的，因为会变成中间选民会退却，也就变成。就他一直讲一边一国，中华民国，他想用中华民国派一边一国合而为一弄，可是这是有点互斥的，那边票会跑，所以在有一点变动，你的民调有点开始变动。第三就是打那个区域联防的巷战，像就是票票入柜，其实党中央也没有钱呐。那我们能做的也有限，好，我帮他借看板啊，然后议员都去了，每个那个 KPI 动多少人，还是回到，因为每个现任的议员都一定有调卡，他可以动得很细。他是现任立委，现任的这个立委，他去找资源来保住自己，也没那么样的困难，一个月也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整体的方向我可以再看几天。第一个看他们赖总统怎么做，会不会加码？第二个呢，是不是我们的区域联防开始动起来，开始可以办一些大型的造势？我觉得最后的1个礼拜的黄金周，那个特别是前一天的礼拜5接到的，最后1个礼拜是决定最后投不投的关键。那我们滚动式的民调是一直做，不能放，那就看那个趋势。对 ，OK， 来娟伟。那个，不过我还是尊重小平对赖清德的批评虽然他讲的都错了。但小平他刚好特别提到，他说每个议员啊，什么巷战啊，这个要看地方，因为每一个立委他怎么去经营他的选区都不大一样。在台北市很难有组织啦，大部分都是空战。台北市的都会形态嘛。那你如果要打组织战可以啦，这个就是很绵密的结合啦，就是立委嘛，议员跟里长嘛。但是现在我是蛮质疑的，我都是从比较实际面就人性的角度来看嘛。当议员发现这个立委可能会下台，国民党立委啦，那国民党议员会很努力的去保护他吗？让他不要下来吗？这个违反人性的。你说1阶、2阶可能因为状态不清楚，当现在进行到第3阶大罢免投票，民调又显示极可能这个立委要下来，尤其像赖士葆这个稍微年纪也稍微大了一点，那这种状态下国民党各区的国民党立委啦面临罢免，你期待下面的议员会很替你卖命吗？国民党各区的国民党立委啦面临罢免，你期待下面的议员会很替你卖命吗？这个我很质疑而且台北市要打组织战不容易，所以我才说有几个点，其实现在可以慢慢跟大家去观察了。第一个，7月26号前大概1-2天的车票要开卖了，高铁、火车，甚至海外的机票，那是一个指标啦。对啊，卖了好不好？关系谁？关系就是北漂的人嘛。对，漂在外面的人等等，大部分都年轻的。实际上这次大罢免，我看罢团的成员几乎都是年轻人。那如果是让年轻人这个风起云涌，大家赶快投入这个运动，大家到投票那个就会不得了了。所以你说国民党现在要打组织战来回应，我认为有困难了。那你如果要打空战、打诉求，你唯一拆解反共，
就是我跟你一样反共，或比你更反共，因为反共本来是国民党的对，钟小平喊了10几年了，那但是国民党现在如果没有回到这个路，没到这个道路来，那这个仇恨值绝对都还在，这个投票的动力都会在了。大家不要忘记哦，7月26号投票哦，现在是什么？已经破月了，在任何的大选破月哦，大概大致都其实很差不多了，尤其那个投票意愿大概都差不多决定好了。那你现在的话来看起来，我认为没有什么大转变了。虽然国民党硬要凹那个赖清德的那个什么杂志数了，不过因为国民党这边也是人才辈出嘛，你看有马英九国民党那一大堆立委。还是会这几天，所以那边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不晓得啦，但是如果说国民党如果还是寄望跟一样打组织战，我认为很困难，而且因为有人性的问题在里面，国民党现在的立委没有办法去绑他的议员，除非啦党中央出面，那国民党现在就是没有领袖嘛，没有领导嘛，那所以台北市现在。第一个，刚有提到了，那蒋万安有没有来帮忙？钟小平刚有提到哦，那其实他跟我观察一样哦，蒋万安现在变得比较凶狠一些。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了，卢秀燕。卢秀燕逢赖必反，卢秀燕以前的人设就是好妈妈嘛，这种温柔的啦。但是卢秀燕现在也狂批赖清德啊。第一个可能他要选党主席嘛，第二个这2个市长。都可能是重灾区了，而且卢秀燕的市区山西，台北市也是哦，台北市现在坐望山看市啊，好，那蒋万安会不会紧张？卢秀燕会不会紧张？钟小平说这个影响到民进党，甚至影响到赖清德2028，国民党何尝不是？当然也是啊，所以最后几周一定是大家更大的投入嘛。我觉得彼此的观察的对象就是你有没有用我最害怕你的方式来对付我了。我认为我现在看的最怕的方式就是国民党越软嘛，化解仇恨嘛。比如说我集体造假作弊，我跟你道歉。比如说国民党也开始来反共嘛，这个才是我们这边的角度看害怕的了。那你要打组织战哦，我觉得很困难的。那些议员现在有动起来吗？除了钟小平啊，因为你那区没有罢免嘛，没有，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要去帮赖世宝，你就帮了，因为跟你没什么。有几个里，因为南中正10个里啊，没有，因为你点名赖世宝，我点名，所以他一定要去帮他。我被你点一下，我觉得有一点危险，有点要努力一下。但蓝的选民可能因为讨厌钟小平啊，看到钟小平了，或者没建议倒票。可是刚才讲说这所有这些过程，创下，如果小平一直在这样打组织战，就像委员刚才讲，第一个，蒋万安会扮演的角色，因为那个组织战整体看所谓的区域联防最重要的几个人，一个就是蒋万安，一个就是卢秀燕，当然还有一个叫黄国昌，你有没有发现黄国昌最近的角色？戴以清，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戴以清，然后去拜会黄国昌，赵少康要跟黄国昌在台中同台。然后包括你说秃子燕子，以前是秃子燕子汉子啊，所有这些，秃子燕子也是黄国昌也会要同台，所以民众党在这里面会扮演非常重要，尤其是黄国昌会变成是这样。刚讲蒋万安最近的人设是完全的改变，你看像那个杂志说，这两天不是有一则新闻，是有高中生讲说是不是也有人讲他觉得讲杂志是霸凌什么的。蒋万安的回复是说没关系，叔叔也是杂志，万安叔叔也是，万安叔叔也是，不，这个好像配合他儿子讲。联合报那个相对论，拍他问他那个有影像的、有影片的，那个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那个选总统都出来了，他儿子都赞成。对啊，所以创下，你看这就变成国民党去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变成这3个人是在这里面最重要的这些角色了。基本上呢，国民党现在呢，连这个只剩30天，对不对？选举打到这边的时候，国民党连最核心、最基本动作都没做完，因为今天晚上9点半。3可要变直播剃光头了，对，因为那个周日选区送件嘛，对，达标了。我可不可以去点6个戒疤？3个就是今天晚上要9点半要直播，所以他下礼拜来上节目的时候，就真的应该是光头。他的头型理光头应该蛮好看的。OK。可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你看这一路下去，对不对？刚刚讲到了要找黄国昌，然后蒋万安要冲出来，卢秀燕要冲出来，在选举里面操作里面，这叫什么？巩固基本盘，
还在进行，而且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才需要黄国昌。如果有基本盘巩固了下来，就没问题嘛。他们是连基本盘能不能巩固出来都没有信心，所以黄国昌就变成最后的浮木。当然黄国昌他的票有多少，他能够对你们帮忙有多少，其实他们也没办法估。那大家也不见得认为就真的那么强大。但是这个是在国民党整个态势里面巩固基本盘，这个基本动作都还没有完成。然后面对霸团呢，先不要讲民进党了，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已经开始往中间号召，代表国际记者会那国际记者会，因为他不需要基本盘已经巩固下来了，所以他们现在是有信心的，开始要去扩张，而且基本盘呢，还有像林俊轩他们还会继续帮忙。所以这个呢，而且这个数值和格局都不一样了。他已经在讲的是，国民党在说抢救傅崐萁、抢救王宏威，他们这跟国际诉求是抢救台湾，是要向中共说不。那国际媒体会把这样一场选举格局放到是整个全世界抗中的一个氛围。然后当然阿美当然很抢眼，很抢眼，都全程英文。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从选举操作格局来讲，那个叫做基本盘已经稳了，向前面跨进。所以现在国民党跟他们根本是看不到车尾灯，这才是国民党麻烦。然后国民党的素质呢又差，我是建议罗明才下次可以唱《北海小英雄》或者小甜甜。你看国民党能够拿出什么呢？那个是所以那个不要，我知道公关公司。小飞，你一看罗明在讲唱科学小飞侠。飞啊飞啊，小飞侠。他跟赵永华哈，还有一个叫小钢炮，有一个好朋友，都是治理商专合唱团的，所以爱唱歌嘛，他们。他还可以唱不跨谱不怕难，对不对？也是科学小飞侠，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整个态势，你要看到说，所以国民党现在如果没有办法去想清楚，你说不管是什么还在想未来或什么，那个其实回来就是基本盘。恐怕都还没有出来。如果要讲说国民党还在巩固基本盘，可是霸团现在所有的一些，俊荣，请问一下，那个当整个霸团要护国大绕境是7月4号吧？从花莲开始一路，然后是往南切，花莲、台东，然后高雄、台南那边是没有要被霸嘛？因为那像那些霸团，如果要是因为大家的，我记得上公来宾曾经有讲过，说那应该是设计过，那一定设计过嘛。从花莲开始，然后结果一路往下。希望譬如说到台南那边能够你们大家把整个气势再拉的，能够把整个气势拉的往北，到台中到台南那边，你们大家要帮什么忙？因为你们现在是霸团侧翼嘛，对不对？对。那你组团队，你们大家能帮上什么忙？第一个啊，这个当然经过设计了。我现在接到很多的电话都是问那个绕境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怎么走。那台南就是会展现热情，因为你要经过你最强的支持区。去把你的车，比如说你的车队可能膨胀几10倍，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呢，吸收感染大家的那个热情，因为南部大部分虽然是没有罢免嘛，但是都是北漂的人。那台南同乡会在台北市，在新北市，那到处都有嘛，嘉义也是啊，很多云林也是啊，所以那更加凝聚了。就是票入柜嘛，打电话给你的亲戚朋友嘛，就你一定要去投票嘛。这个，不要小看这个嘞，这个是等于复式动员嘛，重复的动员嘛，这个当然很有效哦。那他先经过你最强的一个支持区，因为你往北你就不需要到南部来，你如果从北部来，你等跑到北港去就停了，你就不需要下来了。所以他当然故意是这样刻意这样绕起来了。那何止这样一个绕境嘛？那更有，就是说更敏感的区，那你更要尽全力嘛。要去下乡去开讲嘛，对不对？其实就如果以大选的规格来看待大罢免，那选前几天就一定是大冲刺嘛，那就是大型造势会，甚至选前之夜啊，这个绝对都是会要很仔细一个规划。选前之夜现在定哪里？在青岛东路嘛，就在立法院现场嘛，这有象征意义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投票，为什么明天你要投票？就是要改变立法院就在这里嘛，改变这个亲共的国会嘛，还会需要一个反共的国会嘛，所以这个每一项都是必须要有缜密规划。那你可以看出来，这绝对不是单一霸团嘛，
你说霸党他根本他现在在这段期间以来，他已经成为一个整合性的一个作战团体。那跟民进党也经过这段期间的磨合，所以民进党其实大概也都了解到，每一个霸团的属性啊，还有他们希望我们扮演到什么样的角色。例如花莲的独立性就很强。他就不希望民进党你不可以不要有太多的一个介入。OK， 那为什么？因为花莲的霸团它组合有各方的，其实有各方的势力啦。有蓝有绿嘛。每个地方都不大一样。那你像台北市，现在就整合得非常好。虽然它有的选区也有2个，你知道吗？台北市的立委单一立委选区里面，霸团也有形成2个。那过去这个对我们来看很简单，就认为这个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情境才会2个。那现在也整合得非常好。为什么？活动一起来参加，大家一起来啊。所以你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继续整合这样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大选规格。那这些霸团如果没有选举经验，那刚好就是民进党的强项。那甚至再进一步提供的就是论述。尤其现在国民党也给我们开一个舞台。他立法院没有停会啊，没有休会啊。对，像今天立法院就要处理黄国昌的以后法院开庭要直播啊。比如说你有些案子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私密性的东西。那这个法案那重点不是黄国昌提不提啦，国民党跟不跟呢？那重点不是黄国昌提不提啦，国民党跟不跟呢？所以你国民党要不要支持的问题嘛？就变成现在已经不是黄国昌是国民党小弟了，现在国民党是他的小弟了。尤其在大罢免这个时候啊，你看国民党就拜托黄国昌，可是他们需要黄国昌的包括小草了，或是充分的支持啊。是吗？是吗？现在小草还是去年大选的小草嘛？如果国民党把黄国昌认为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个我说的你要看对手的反应嘛。他找黄国昌，在我看起来我是很高兴的。大罢免要拉高同意的投票，就是需要这种仇恨值高的人站出来嘛。你去找一个大概现在立法院仇恨值第1名的，那以我来看，这个对大罢免大成功绝对有帮助。小平，黄国昌对你们现在来讲的话，看来是重中之重。可如果在郡县委员的口中，他也很欢迎，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一切回到基本面，就是谁的投票率高嘛。就是韩国瑜讲那句话，票多的也要少数嘛。选举投票没有那么简单，大家不要从这个各个民调数据上看真的投下去才是票，对吧？这是第一句话哈。第二句话，我觉得黄国昌没有想清楚。确实啦，黄国昌替我们带来一些票啦。你知道，我觉得他胜负，我觉得他好坏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评估。对蓝哈，那被罢免的，大概全民进党哈。大概最恨的是黄国昌，第2名是柯文哲。柯文哲杀人不过头点地，已经被收押了，就我觉得他的仇恨值退很多了。那黄国昌就一直对抗嘛，然后等等，他对抗当然想拿国民党的票。黄国昌现在有一点见猎心喜。我先讲了黄国昌，再回头讲我们国民党什么见猎心喜？请问你这个选举，如果我们当然希望赢嘛，黄国昌国民党赢了。都刚好26比25，哇！然后民众党投了5点几%，哇，那民众党厉害了，就神了，这是完美。第二个，然后国民党就是能够过，民众党没有什么大功劳，这是平盘。第3种嘞，就是我们输掉了，但民众党甚至出来投票了，也救不了，那国民党就陷入一个最败战处理最可怕的一个境。然后我跟你讲，民众党就会全盘皆没。为什么？第一个，因为显然这样子连民众党的票都没有用，他们一定多6席的啦。我跟你讲，院长也换人了，什么？你知道整个立法院的结构都改变了。然后你以为刚刚那个东豪讲得好啊？你以为亡掉国民党这么容易？国民党还是个很大的党嘛，社会的基础。那白的在想什么？那就是悉心大法任我行，白的每一票都会投给国民党，那怕民进党当选，这就是选民的策略运用。这个黄国昌没有想清楚，我这几天一直在盘算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好，然后呢，再回到人家才要跟你没完没了嘞，还骂他没盘算。我忍不住，先让我插一句话。来，黄国昌完全会靠国民党的奶水，
长大。他想这样子，对，他已经做到了，不已经吸到一些奶水，我懂了，所以我一定要讲一下，在节目讲一下，有没有点跳在移了，我知道，我这好，他说没完没了了，我请问你啦。没完没了，我也不想理他。好，他真的没完没了，他不叫我道歉。我说贪污这个事我不放手，为了蓝白合这个什么闲事，我们愿意表达歉意，这样就好了。哎，下面起哄，他跟阿扁犯了一样的毛病。下面的那个几百人，对不起，你的传播出去几百万人看，他就讨好那些人，够不够？他下面你喊不够嘛，小草，那几次才够？还是我当廉颇负荆请罪，然后打了30大板？不，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为了蓝白要好，你要我怎么道歉？几次什么强度？一次讲就不，你格局不够嘛，上不了台面嘛。他讲说滚钉床，这个过头了，你讲一下叫滚钉床啊，就是好。那回到投票率，我们当然要催票嘛，对不对？好，我刚才方法已经讲，50到55啊是完美的区间。因为我相信民进党有过半会过25，他拔了24席里面。那不到50，根本就是我们国民党基本盘没出来，就是40几就死路一条，就会被拔掉10几个哦。可是对不起哦，超过55到了快60、58也是我们死，表示他们就刚刚俊宪讲那个返乡投票、买高铁、火车什么游览车。所以我们要控制在50到55，我们基本盘出来，我认为相对好了。你们会控制吗？车票今天开卖，因为今天凌晨开卖，大概接下来你会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人说有没有抢到，因为花莲不是有一个演唱会的活动，也是摆在大概7月26前后嘛，7月23到27。对，所以大家都在讲说那个抢票是今天凌晨开始抢，那不知道网络上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是有很多上空可不可以用2分钟告诉我？如果刚讲，其实平常讲。这跟下三国棋一样，你怎么知道到底谁？我帮你，我总要也要护我自己吧？这跟当初民国初年的时候，那各路军阀每个人或是打仗的时候很多，为什么部队打是我的部队去打，那牺牲的都是我的部队，然后结果到最后大家在争位置的时候，那我这后面没人了，我凭什么跟你争？可是这个节骨眼对国民党来说，眼下多一票是一票，我也不管你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你有没有跟他没完没了或者什么。现在对国民党，可是大家各自算计，你会怎么看蓝白之间在这场里面的算计？当然，蓝现在就刚才说的罢免，我能多一票是一票，3%也很重要，1%都很重要，1%都很重要，3%都很重要。我当然希望票多一点，不要被罢免掉嘛。那这时候当然民众党就有力道了，因为我需要你的不管2%、1%、5%都好，我就是要嘛。这时候那当然黄国昌当然就有很多的拿翘的空间嘛。当然希望票多一点，不要被罢免掉嘛。那这时候当然民众党就有力道了，因为我需要你的不管2%、1%、5%都好，我就是要嘛。这时候那当然黄国昌当然就有很多的拿翘的空间嘛，那一定的嘛。那当然，黄国昌在赚什么？黄国昌当然就是我挺你嘛。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啦，到最后真的开完票，又知道民众党投了多少票，也都不知道嘛。对啊。但到处跑几个领头人出来叫一叫，大家私底下知道吧，或是站台干什么？我就是有帮你嘛。那失败以后，罢免失败以后，黄国昌赚到了。你们被罢掉的时候，只能说一句话：那你们的问题太严重了，我们连救都不能救。那里面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就有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真的是扶不起，开始往白的跑？现在就已经开始往白的跑了。那会不会再跑？而且我觉得那个民调现在都在做那个政党满意度啦、立委满意度，突然你会发现已经好几份民调是民众党高过国民党。我觉得这几个民调也很要命哦。要命的原因是，有些白的会不会在想，借此机会就把你们打下去，壮大我们自己？
没这么容易的，投票，社会基础不一样了。有很多人不会出来投票，但是我一定要演的，我全力帮忙。其实我跟东豪我们都知道嘛，你们民进党的大佬说过嘛，我帮你选举，我出100%的力，你知道，我出80%，告诉你100%，你也会相信。我出50%，然后告诉你我100%尽力，你也会相信。为什么？做法，你的做法是什么？其实你看到的黄国昌现在就是这个样嘛，就他到底出多少力，那你们就是要他嘛，没办法嘛。但你说黄国昌真的在各地他都有坚强的组织盘吗？啊，花莲有个议员叫傅国渊，台中有 River and Tree，到了新竹有李国章，在那也没什么用啊，黄金宇那边也没罢免啦，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力道了等等，所以你看他的人马就是靠这一些人下去，而且这一些人在选举过程当中，很多也是非组织盘的票，那只有那个谁林国成的女儿比较意外啦，那个林真宇。他们家族长期在那边经营，他比较有根基了。对他比较不一样啊。那其他新的那一些，其实你注意看，就只有这一些真的能帮到很大的忙吗？来，最后为什么？我提的大概也是这一点。我说，因为你国民党让民众党有参与的一个正当性，因为大罢免原本关民众党什么事，可是你邀请黄国昌来，说民众党现在不是这些台面上这些立委嘛？重点是他的议员嘛，因为明年是县市长要改选嘛，尤其民众党看到国民党的新世代像赖以任、李孝亮都已经当选议员了，他当然会想，他也赶快推他的年轻一辈出来。你看到今天演什么？6个民众党的年轻人跑去总统府前面了。那如果黄国昌没有这样跟你们一起参与大罢免，那6个民众党在那边不是像小丑一样？那现在不一样啊。像你国民党邀请民众党大家一起来投入反大罢免，所以民众党现在最兴奋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了。OK， 不过现在看起来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对于整体的大罢免氛围会不会有影响？每一个事，每一个人讲的话，来，亲王，最后，捷克有证实，捷克有证实说，肖副总统，然后到捷克的那个时候，老共是不是真的有车化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去年3月。现在爆出来，对整体氛围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我回应一下刚刚武哥讲的现在刚好几个事件是同时在一起发生，几个事情，第一个是马前总统，然后到海峡论坛，然后到对岸去，然后讲说这个两岸他抛出了统一这个题目出来，两岸和平统一，这是他的讲法。然后同时间这个新闻就肖副总统是去年等于说他出访捷克的时候，然后呢当时呢被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人，然后呢这个车子等于是说去监控，然后差点要追撞到这个肖副总统的车。然后这件事情呢，坦白说，这个过程里面，台湾民众听了一定不会觉得舒服的啦。现在爆出来，对整体氛围会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我回应一下刚刚武哥讲的现在刚好几个事件是同时在一起发生，几个事情，第一个是马前总统，然后到海峡论坛，然后到对岸去，然后讲说这个两岸他抛出了统一这个题目出来，两岸和平统一，这是他的讲法。然后同时间这个新闻就肖副总统是去年等于说他出访捷克的时候，然后呢当时呢被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人，然后呢这个车子等于是说去监控，然后差点要追撞到这个肖副总统的车。然后这件事情呢，坦白说，这个过程里面，台湾民众听了一定不会觉得舒服的啦，因为你是台湾的副总统，然后等于出访有这个捷克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但问题是在这个时间出来的时候呢，几个新闻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个前面在提到，我们前面还讲反共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反共这个题目是这样，就没有发生太大国际事件的时候呢，大家情绪不见得这么浓，但是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大家情绪就会浓了。所以呢，等于说。同时间还有国台办在批台湾大罢免的事情，所以3件事情交叠在一起看的时候，第一个，这个老共现在看起来站在这个反对罢免的那一方，所以很明显这个是中国把自己加码到反对罢免这一方去然后同时，肖副总统等于说在捷克这件事情，而且还是捷克军情局的局长
对捷克的媒体去证实，而这个媒体呢，也不是什么那种你没听过的媒体，这个媒体呢是捷克公共电台的旗下的媒体，然后他去报道这件事情。换言之，他等于是用捷克的官方的高度去证实说，对，萧副总统去年的时候真的差点被中国大使馆的人追撞，而且差点出事情，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不怀好意，所以捷克的军情局把这件事情也转知了捷克的外交部，然后捷克的外交部呢对这件事情也对中国的驻捷克大使馆那边做出了照会，所以整件事情串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就要想一件事嘛，对于民间现在看到的说，在这个大罢免这一方里面，这个现在我们的国会的席次，国会的现在结构是不是有太过亲共的状况？这个疑虑我不能说绝对下这样的结果，但这个疑虑至少一定会增加的。所以等于大家看到这几个新闻同时间一起在发生的时候呢，等于说他对于大罢免这个情绪来讲，你一定是对于这个支持罢免那一方来讲，他一定会更坚定自己支持的立场嘛。那对于反对罢免那一方来讲，我说实话。尤其是一般的中间选民现在看到如果连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副元首在捷克都遇到这样的事件的话，你说一般的选民怎么可能说我就轻松的看待，就看过去就算了？不会，而且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它还有后续的状况会发生的。尤其是捷克这个地方，这个像这件事，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其实我第一个感想是，它这个出来的证实的时间点很有趣。为什么很有趣？是因为捷克不可能是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但他是现在去做证实的这个动作，所以说这件事情在这个罢免的过程里面，它一定会造成就选民在里面情绪的波动跟影响。OK， 来小平，整个大罢免最后30秒，有什么呼吁？时间是最好的。那个千万不要随便上新闻，更不要惹人家，好不好？这个人1个月过就29人过就过，不要中了林俊宪跟民进党的计啊。第二个，然后发挥统合的战力就是朱立伦在于这个统独方论述，他是比较亲美派的，这时候他可以发挥强大的功能。我觉得这2个，一个空军，那另外陆军也要基层多走走，我认为会相对的可以化险为夷了。OK， 来军委员30秒。那这个大罢免已经变成一个社会运动，这势不可挡。他现在已经不是政治运动了，他已经上升到这个整个社会运动，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投入。我个人现在开始也慢慢的觉得，这个投票率，我们就看我刚讲的那几点，就投票率定高低嘛。那我认为会去买车票回家的，大部分都是要支持大罢免。OK， 对，那在今天。上午凌晨有很多地方，你说包括像花莲啊这些抢票，那到底抢的怎么样？你最近大概会在网络上面一定会有人 po， 有没有人抢到，有没有什么这些？这跟整体的氛围一路往下走的话，那今天算起来的话，7月26大概剩1个月左右。接下来每一天当29、28一路往下以后，最后开盘到底结果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